从阴道做的就是自然孔手术，那个是最厉害的。那还有一种就是开腹手术，另外还有用腹腔镜的那个的手术，还有那个就是隔山打牛，用那个海扶刀啊，海扶刀它就用那个能量 RF 就打到那个地方，让肌瘤异化掉。第一个还是看人的个性，第二个像海扶刀适用在很大很大的肌瘤，先把它缩小，然后继续再打再缩小。但是它的那个费用比较高啦，但是它是不用开刀的方法，它只是用热能量去把它烧除掉。那如果说有些病人他要美观，所以有些人就会从阴道开上去，但是从阴道开上去必须要去选择，那个肌瘤必须要长在后面或者是前方，不能长在上方，上方很难拉得到。那另外还有一种用子宫镜的方法，但这个是专门来处理子宫内膜里面长的那个小肌瘤，然后就进去，然后把肌瘤一颗一颗的把它从那个子宫里面这样拉出来。腹腔镜是全部的肌瘤都可以做了，因为腹腔镜你看得到，然后很明显就在那边，你就把它挖掉缝起来。像子宫颈的肌瘤，那个就真的是要用腹腔镜来做，会比较安全，因为会大出血。机器人手臂它只是腹腔镜的延伸。机器人手臂它医师就像我这样坐着，然后就像打电动玩具，病人在那边这样做，它的稳定性高，那缝合也比较扎实，但是它的缺点是没有那个触感，因为有时候我们在缝的时候，那个触感很重要。当然肌瘤就不用触感，它就一直抓一直缝，一直抓一直缝。机器人手背要开刀，我会建议就是开在癌症，开在那个粘连很厉害，粘连很厉害，用机器人手背慢慢拨，的确是好方法。用腹腔镜来拨，你再怎么有体力很难站在那边站10几个小时。但是你机器人手背，你可以坐在那边慢慢开10几个小时是不会累的。机器人手背一台下来大概就要20-30万，跑不掉。然后呢，那个腹腔镜，因为目前都有健保的给付，大概就是部分负担10%，那个大概付几千块。我说的是那个手术本身，不包括那个什么用止血剂啦，用那一些防粘连啦。那开腹跟那个腹腔镜的给付又更低了，所以大概开腹目前慢慢，除非很不好做了，所以才会去开腹。这样，那子宫镜也可以做，子宫镜那个都是健保给付了，那健保给付大概就负担不会那么的重。